大家好，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。如今，扫地机器人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清洁好帮手。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家里地面的基础清洁工作，那一台普通的扫地机器人3000以内，妥妥的安排到位。不过你会发现，用它拖地擦不到墙角，因为它的拖布是固定死的。这时你肯定想要一个机械臂，让拖布可以向外伸缩，这不就能擦到了吗？很快你又发现，扫到门槛的时候，问题又来了。轮子太小，肯定翻不过门槛；轮子太高，可能又进不去沙发底下。又要高又要低，那做一个能阅账的系统不就好了吗？恭喜你，普通的机器人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你需要一台同时集成机械臂、拖布外扩、全地形阅账、自清洁等高端功能的扫地机。于是，高端扫地机器人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目前市面上比较热门的这3个品牌，科沃斯、追觅和云鲸，2024年都推出了新品。科沃斯 X8 Pro Plus、云鲸逍遥001和追觅 S40增强版。那很多人都在纠结这3款到底该买哪个，所以今天把它们都买回来了。我们团队打算在毛发、干湿垃圾、臂章阅账和沿边拐角打扫方面狠狠地刁难他们，看看谁才是当之无愧的高端扫地机器人。大家可以拖动进度条查看对应的部分。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家庭垃圾众多，什么纸屑、头发和不小心洒落的酱油、牛奶等干湿垃圾，十分不好清理。如果扫地机只能处理干垃圾，那么湿垃圾的话，还得我们自己动手解决，这就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量。如果扫地机的滚刷、边刷被毛发缠绕后，一旦缠绕过多，就会让扫地机原地死亡。所以，一台高端的扫地机，它一定得在清洁效率和便捷方面得分很高才行。那么，这3台机器实测结果究竟怎么样呢？来，我们直接进入测试环节。第一个是毛发和干垃圾测试，我们把干发平铺在地面上，同时也将纸屑、瓜子壳、猫砂平铺在地板上，来模拟家庭环境中常见的混合干垃圾。首先，科沃斯 X8 Pro Plus 第一次打扫时就已经能够吸入全部的猫砂和纸屑了，看来13000帕的吸力是没有打折扣的，但是依然会有少量的瓜子壳被打飞，这与它的边刷有很大的关系。而且我们在检查科沃斯底部的时候，发现猫砂残留也很多，这是因为它的滚刷是45度微型斜直毛排布，这种构造就会比较容易卡大颗粒。周至追觅居然一次到位，没有残留，还挺出乎意料的。这得益于它18500帕大吸力以及锥形双滚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追觅这次升级的全胶刷和胶帽刷并排列，全胶刷在应对颗粒状垃圾清洁力还是很强的，胶帽刷则是负责应对缝隙里的残留细小灰尘，属于是双刷齐下。那值得注意的是云鲸，它的清扫效果还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。第一次打扫能够吸入全部瓜子壳，不过会有2个纸屑、部分猫砂残留。如果这12000帕的吸力再大一些的话，没准效果会好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购买扫地机时都很关注的毛发缠绕问题。毕竟这关乎着我们使用机器人之后是否需要亲自打扫。要知道，谁也不想再收拾被头发缠得乱七八糟的滚刷。首先是科沃斯表现很亮眼，无毛发缠绕，45度微型斜直毛排布，让毛发在旋转时被轻松引导至中心，避免深入刷毛间隙，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而追觅的毛发缠绕的确会比另外2台机器更少一些，没有残留，滚刷底部也很干净，是因为追觅这次升级的锥形双滚刷，通过旋转角度的设计，就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吸进来的头发再随着滚刷的转动脱落下去。边刷也是同理，导流效果更好。云鲸有些遗憾的是，头发是没缠在滚刷上，却缠在了边刷上。正因为云鲸的主刷升级了气旋导流式零缠绕滚刷，这个比较不容易缠毛发，但在边刷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以上清扫的都是干垃圾，那面对像平时厨房、卫生间里的湿垃圾时，它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很多扫地机会先把脏污抹匀，再一遍一遍的稀释，层层多余。那为了模拟我们平时常见的湿垃圾场景，现在我们将酱油、牛奶均匀的撒在地板上，看看它们3个是怎么做的。先来讲一讲回洗次数0次的科沃斯，它采用的是扫地机比较常见的紧次拖地模式。前半段先横着清理一遍污渍，后半段再竖着清理一遍，有点像咱们手动拖地，污渍残留确实少很多。而追觅的表现也不错，来回2遍清理的也挺干净。1遍完事后，智能返回基站回洗1次。且在实际的过程中，我们还发现追觅在面对这些液体时，会抬升边刷和滚刷，只留下拖布进行清洁。看来追觅的3升降系统并不是噱头，
而云鲸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主机不携带水箱，一次能拖的范围有限，就必须得多回洗几次。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回洗了4次才彻底打扫干净，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，只是污水箱基本已经快满了。如果家里面积稍微再大点，中途就得手动多换几次清水了。干湿垃圾是处理完了，但其实对于现在市面上的扫地机来说，清理家里的垃圾都没有什么难的，毕竟我们的测试还是比较极限的。但很多人在挑选扫地机的时候，只想到了它可以帮自己打扫卫生，都会忽略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边角的清洁。要知道，我们常住的房子里可不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空地，那都是有墙角的。很多人家里还会有一些独特的硬装设计，甚至是家具的边角缝隙，这就是我们平时在清洁时就会遇到的难题。那对于扫地机来说，这些地方又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接下来咱们要测就测个有难度的，直接上贴边和拐角测试，尤其是我们还在贴边和拐角处安排了大量的瓜子壳。如果是普通价位的扫地机，那真的是地狱模式了。那这3台高端机器的贴边表现够不够好呢？科沃斯和追觅都配备了仿生双机械臂，云鲸是没有的。那这到底耽不耽误事呢？我们接着来看实测表现。在这种拐角处，科沃斯就用上了自己可伸缩的滚筒和边刷，但还是有少量的瓜子残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追觅的表现不错，拐角瓜子无残留，仿生双机械臂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云鲸的表现一般，还是会遗漏一些。看来没有机械臂的机器对于拐角处没那么擅长。不过据说云鲸逍遥001 Max 也终于上了机械臂，但价格也再上一个台阶。当然了，一个省心的扫地机，避障和越障的功能也是少不了。毕竟普通的打扫，一般价位的扫地机也是能做到的。但在一些复杂的环境下，比如床底的脱困，或者是到一些家里东西比较多，或者是线缆比较复杂的地方，那高端机器人存在的意义就出来了。其本身具有的避障越障能力，就会让我们需要动手的机会变少。接下来我们来到设置好的避障区，这里就相当于你家客厅的地板了，既有三脚架，也有数据线和箱子。科沃斯入场以后还是比较谨慎的，没有碰到任何障碍物。但是几分钟之后，第一次推动了数据线和瓶子，第二次直接吃线，还是很遗憾的。之后的追觅，像是数据线、箱子都可以分辨出来，完全做到了贴着边再清扫。最后云鲸有触碰到箱子，但是没有推动，还是比较友好的。3家机器的表现各不相同，这是因为科沃斯目前采用了双重 3D 结构光加雷达的组合，2个激光都集成在机身前面，稳定性差一点。而追觅和云鲸都是用 AI 来识别避障，都是 LDS 加激光加摄像头的组合。再接下来，我们来到越障区，这里就相当于你家的阳台、厨房或者卫生间的门槛了。很多扫地机都是需要我们手动去辅助的，这就失去了便捷性，把人也困在了家里。那我们看看高端扫地机器人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放双手，还是只是个噱头？我们设置了3层木板，模拟了你家的各种门槛，阶梯放置。每一层是1.2厘米，科沃斯和追觅选择的是直接越过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不过追觅会明显迅速很多，这与它的底盘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云鲸的表现呢就十分遗憾了，在面对第1层木板时尝试了3次，以失败告终。追觅在初期表现和科沃斯几乎是一致的，但它的优点也是用久了才能体现。而且追觅这次的全地形越障底盘配合辅助轮，一个是越障更稳定，比如潮湿地面不易打滑；一个是机器使用的动力损耗会比其他机器更慢。做完以上的测试以后，我们对于扫地机还做了一些自清洁小测试。要知道，如果扫地机在完成清洁任务后，还需要我来手动拆卸拖布进行清洗，不仅步骤更繁琐了，反而更花费时间了。而高端机型的自清洁功能都可以在工作完成后，自动对拖布、滚刷、清洗盘进行清洗，不需要我们人工再进行手动操作。但究竟效果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是鸡肋呢？这是干净的拖布，我们现在分别均匀的撒入可乐和酱油，模拟你家熊孩子打翻酱油或者可乐之后的极端拖布环境。开始自清洁模式，看看它们拖布和清洗盘的干净程度分别如何。完成测试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台机器拖布的情况。用纸巾分别擦拭下，这是科沃斯的滚筒，还是有一点酱油、可乐汁残留。但对于滚筒式的拖布来说，结果还不错。那清洗盘部分呢？科沃斯目前采用的是滚筒拖布清洗的同时，自动滚拖清洁槽的方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拖布一边洗一边再拖基站。我们把机器挪开看一下，因为清洗盘占地比较小，
除了一小片止血残留，总体效果还算干净。追觅的拖布洗得很干净，没有明显的酱油、可乐汁残留，是因为这次追觅全新升级的4档温度调节加高温喷淋技术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类似于洗碗机的喷淋结构，20个出水孔加压喷淋在拖布和清洗盘上反复冲洗，带来的好处就是拖布洗干净的同时，清洗盘上也没有明显的杂质残留和污渍。真是省心不少。当然，目前扫地机也玩跨界，用上了洗碗机的技术，这是个好事。而云鲸就比较特殊了，拖布是洗干净了，但因为整体构造没有基站自行解的设计，所以基站的情况我们还得再看看。云鲸采用的是3档实时调节清洗温度的策略，先是使用45度洗，中间则提高水温至60度洗，最后还会使用75度热水对拖布进行巴氏消毒抑菌洗。遗憾的是，擦过拖布的纸巾还是有点湿，感觉没有完全烘干。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，清洗盘上也有明显的酱油、可乐汁加瓜子残留，对于这个价位而言是有点遗憾的。那以上测试的全部内容就已经全部结束了。这里我列举一个表格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请自行暂停查看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在这个高端机型遍地开花的时代，这3款都是各家的拿手好戏。科沃斯云鲸就像一个偏科生，有的在避障、毛发防缠绕等方面非常突出，其他部分则吃力一些。而追觅就像是一个非常均衡的选手，也许不是最好的，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，我把他们的链接都放在评论区了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